母亲担心我父亲也走这条路，自杀，就把我送到矿山，让我父亲把我带到矿山上去。1989年，我宣布辞职，从海口回到武汉，参与营救武汉的那些民运分子。得了啊！全国公安系统就你一个人，他妈的为此抗议镇压，然后还私逃出去了，哽咽，他不让自己哭出来，发不出声来，就这种声音，就看着唯一的儿子，我操，变成这个样子，自己有癌症还不知道能活多久。检查信件的干警主要是一个女干事。这个女干事看我们父子的通信，每次看着自己亏惨。我寄出去的信，她也看；父母寄来信，她也看。每次看完，她作为一个女人，她都偷偷亏惨。这是我，因为这些干警都成了我的朋友。可是你还是没有提到情感，你看你不太善于谈柔软。问题是我的父亲一直就跟我是一个无表情的。到什么时候我才知道父亲的情感？这个是来谈我们的父子情呢？那我接下来再谈的，我一直想写真正纪念我父亲的一篇文章，到此刻还没动手。我写的《地主之殇》其实是谈的我们的家族史，虽然讲了父亲的故事，但是不是谈父子情的，不像江上的母亲粉灯写的是那就是我和外婆的情，我和妈妈的情。我写父亲一直没写情感，没写不是没有可写，是因为这篇文章太沉重，加上现有的资料现在放在利传一直没带出来。我原来是准备回利传写的，结果没有时间写，就这篇文章一直压到今天还没写，但是必将要写。那父亲给我的教育里面再讲一点，再讲几个。就文革的时候，我父亲他们矿山有的干部、有的官员经不住这种批斗，就跳河自杀了。跳河自杀了，我母亲呢？这都是后来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母亲才告诉我。我母亲担心我父亲也走这条路，自杀，就把我送到矿山，让我父亲把我带到矿山上去。等于我从几岁开始就，只要有假期，就是在矿山混。我在工人阶级中间长大，煤矿工人又是最危险的、最苦的职业，每天上班进去，晚上黑去麻懂的出来，浑身都是煤，只有煤矿有洗澡堂，全利川只有煤矿有洗澡堂，因为煤矿工人不洗澡的是完全没有。煤矿有锅炉房有洗澡堂，因此我从小养成了泡澡的习惯。这也是在矿山养成的。从小洗屁股，然后长大了洗澡。洗澡啊，那个送到矿山的，我那会儿并不知道母亲的用意是想提醒这个父亲，你儿子在你身边，你唯一的儿子，你要自杀之前你要看一看他，你想好了再决定是不是。母亲是想用儿子相当于做人质拴住父亲。那还好，我父亲到底是因为我的原因还是他本身的原因，他确实没有选择自杀，他确实扛过了那个艰难的文革的前面的5年最难受，后面5年没那么难受。那经常呢，我就跟在他身边了。他经常被押出去批斗或者批斗了回来我们在一起吃饭我父亲都是基本上不跟我说话的，一言不发的。
用那个煤油炉子，烧煤油的炉子，把食堂打回来的菜，再加几颗豆豉，加点辣椒，他再回个锅炒一炒，然后我们父子开始吃，啊，也都没有什么沟通的语言。可能在那场运动中间，他有太多的心事，加上他觉得我太小，不足以跟我说道。有一次，把他发配到那个煤矿的一个分矿，在七月山的山顶上，要走路走，首先是要爬那座山，从那七月山他们都知道很高，从山脚下走到山脚下，然后开始爬到顶，那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我才8到10岁左右的时候，很痛苦的一个过程。8到10岁的孩子，父亲是没有能力抱着你、背着你爬的，你必须一步一趋的跟着。危险的地方，他就让你走前，他在后面，因为还有一些手爬岩的地方。不危险的地方，他走前，让你跟在后面。完全的羊肠小径、茅草小径，不是像今天的机耕路这些都不是的。整个爬山的过程，我实在爬不动了，坐在边上歇气的时候，他会让我歇2口气，这么说起来，不能歇了，一歇就会泄气，你就不会想走了，然后一呵斥又走。好不容易爬上山顶了，山顶上是有一条机耕路的，那个机耕路那会儿只有马车，就像这个我们当地的主要交通工具，当时就是前面4匹马，中间1匹马拉着的那种大车，马车拖煤的路。好不容易爬上山顶上，就是这条马车路，那条马车路就通向那个分矿，因为是拖煤的。我爸虽然被打倒了，他依旧是发配到这个分矿来当矿长。你马车来拖煤都是在他那儿来拖煤的，而那个马车就属于汪银镇的马车队。我爸是当过汪云区委书记的人，马车队的人，马车队赶车的那些人都是认识我爸。好不容易走到这个路上来了，远远就听见一阵的马铃铛的声音，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由远而近。我就求我的爸，我爸，有马车来了，你叫一下，捎，用北方话说，捎我们一节，带我们一程。因为到这个平路到那个矿还有个7、8里路，那我真是走不动的。因为我也知道那些马师傅连我都认识，只是说我一个小孩拦车他不会理。好歹你是这儿矿长，好歹这些马车师傅都认识你，你招手拦一下，他肯定要带我们，因为他本身就是去拖煤的。我跟我爸祈求他，我爸也不回应我，也不反驳我，就拉着我站在路边，就面对，因为车道3里路很窄，刚好通过一个马车，就站在路边，就像让马车一样。远处那个马车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扬鞭催马，咣啪啪啪的经过我们面前，扬长而去。父亲一个手势都没挥，更没有说：“哎，师傅停一下，带我们一程。”就站着看着那个马车说：“扬长而去。”我一个小小少年就急眼了，因为接下来走不动啊。我说：“爸，你为什么不招手叫一下呢？”这我爸说了，影响了我一生的一句话，影响了我一生。到此刻我都是按这个为人做的。我爸说，他又不是不认识我，他想帮我们，他就会主动刹车。他要不想帮我们，我绝对不会去求他。
我那个时候是充满了不理解。在我成长的路上，我越来越理解我父亲这个。我一生走到今天为止，我从不求人，从不求人。愿帮我的人一定会主动帮，不愿帮我的人，我求他也没有。我更不愿意放下身段去求，就从我身上学会，从我爸身上学到了这个品质。他那会儿已经是一个打稿到发配到这个分矿来当矿长的，这个分矿叫石洞子，现在在历史上都查得到。他都不肯放下他的那个尊严面子，这影响了我一生。这不是情感教育，它就是一种人格教育。当我父亲呢，什么时候开始跟我有了情感交流？首先是我终于在1985年23岁的时候，到了武汉市省作协青年诗歌学会工作了。我这样一个儿子，没有经过他的任何帮助，他那会儿还在官位上，没求他的任何一份人情，我靠自己的能量读了大学，还去了省城。这个时候我放假回来，我父亲开始对我有点刮目相看了。在那之前，他一直认为我就是个浪荡子，因为蓄长发、穿喇叭裤、戴墨镜儿、打架斗殴早恋，没有一件事情不是让家长烦心的。耍流氓，全是让父母堵心的事儿。尤其他一个官员，他更是觉得他妈养了一个纨绔儿。写诗在他们这些革命干部眼中，那是什么正经事儿？他没想到，我写诗还写成了一个湖北省小有名气的诗人，还能够到省青年诗歌学会做常务理事。这个时候他对我态度好了。我很早就开始喝酒、抽烟，16岁就开始就抽烟喝酒了。那对父母来说，这都是极坏的恶习，跟他们吸毒人一样的，在他们眼中。那在我这个时候回去的时候，父亲竟然会炒2个菜放在桌上，他亲自动手炒2个菜放桌上，主动问要不要喝一杯。这个时候，你感觉到他把你当个男人了，主动说你喝点没问题了。更重要的是，我父亲一身威严呢，不仅是我怕他，我的那帮社会上的孩子全怕他。就我们那帮人都是横冲直撞，在社会上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都怕到我家。一到我家，我父亲下班一回来，眼睛一横，所有的人说也给我搞死了，走了，就是都怕。再等到我武大又毕业了，武大上学期间呢，以及毕业期间，我回到山里面，那帮小混蛋来看我，那我父亲对他们态度也瞬间大变，希望人家来看我，希望留他们在家里吃饭，希望我们有时几个人聊天，在客厅抽烟喝酒。我们家算是恩施州最早有别墅的家庭，不是自己修的，是我父亲的官位在那儿，单位为他修的别墅。那当所有的家庭都还没有室内厕所的时候，我们家已经是有室内厕所的了。那在乡村社会，这是个很高的待遇了，很高的等级了家里有卫生间了。那帮人都喜欢到我家来聊天我那些老弟兄一聊就聊到深更半夜。
我父亲会半夜披着衣服下来，主动的问我那些男兄弟们说：“哎，你们饿了没有？我给你们热一个菜，喝一杯，喝了再走。”这个时候，连我那些哥们儿全部都觉得你爸怎么变了个人了，就不可思议了。因为那时候我也开始远行了，他也觉得这个唯一的儿子还是牛逼的，开始认可我了。当然，他也退休了，走下权力的那种岗位之后，人变得亲和了。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是年龄。那个时候他也60多了，我今天60多了。我今天体会到一个人60岁以后会变得温软，我也不会像我过去那么刚烈。我女儿过去见到我也是害怕的，那现在女儿带着外孙来见我的时候，也觉得我是一个慈祥的老人。我这样一个慈祥的老人，我女儿带着外孙来，我愿意为他们做饭菜。当我现在为他们做了1个月饭菜的时候，我都是在想我父亲当初对我问我喝不喝一点，跟我炒一两个菜，这些都还不是我们父子的感情的极致。极致的时候是1989年，我宣布辞职，从海口回到武汉，参与营救武汉的那些民运分子。然后海口市公安局得了啊，全国公安系统就你一个人，他妈的为此抗议镇压，然后还私逃出去了。我要惹了任何祸，那单位领导都要有连带责任。海口市公安局就直接打电话找到我父亲了，因为我父亲也是官员嘛，找到我父亲说你必须把儿子找到，让他回来，必须回单位，而且跟我父亲也说了，回单位交代清楚这一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审查完了依旧可以保留工资。那我父亲是急了。在1989年，他虽然退休了，但是对于他来说，一个儿子要失去工作，竟然敢辞去这么重要的职务，你他妈胆子太大了！你以后面临的他革命斗争的残酷性，他太知道了。共产党的杀人的那他就是亲自，他就是杀手之一，他太清楚这个意味着什么样的未来等着这个儿子。通过各种亲戚朋友找我劝我回去，我是为了我这边的营救，我回去了一趟，然后王军涛的联络员在我那儿被抓了过后，那就只能彻底的真正的离开这个岗位，然后再次回到恩施，那就是真正的离职了，真正的没工作了。回到恩施过后，那做啥呢？总不能说年纪轻轻就不找碗饭吃。那我算是第一次是依赖了父亲，就是动用了他的过去的权利，因为他已经退休了，但是他培养的人呢，都已经到了各个领导岗位，其中利川卷烟厂的厂长、副厂长都是他的旧部。我的父亲这个人呢，是所有只要是他的旧部都对他充满感恩，他是真是把人一手一脚带出来的人。那我父亲出面找了他的一个兄弟同事，然后去跟那个卷烟厂的领导等于绕了个弯儿去说了一句：“老郑家的少爷他们跑回来了，你们给安排一下。”那卷烟厂的两个领导，都是我父亲当年煤矿的旧部，立马就把我弄到卷烟厂当了采购员，这就是我在烟厂工作的来历。那这个时候的父亲呢，对我也是第一是赏了我一碗饭吃，
至少让他稍微放心。但他并不知道我一直还干着他妈的，让党，让党要惩罚的行为。所以说呢，紧接着不久就被捕了，秘密关押了1年。那父亲呢，肯定是那个时候他又是癌症在身的人，那叫如坐针毡，可以想象得到。因为你是知道的，在看守所羁押期间，是既不能写信，也不能打电话，也不能探监的，等于跟父母都失去联系了。而且其中前2个月，他们都不知道我是大白天突然被秘密逮捕的，都没通知家人。那会儿法律也没这么严，等于我失踪1、2个月，我父亲才知道我被抓了。等到1年多以后，开庭了，才允许家人见面。第1次，父亲去了看守所看我，父子之间，他已经癌症嘛，手术之后颤颤巍巍了。那第1次父子相见，就是父亲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是他一生维护的那个党，他就是党委书记，他一生都是为这个党在工作卖命，出生入死，他也拿着这个党的俸禄，也享受着这个党的好处。而儿子却成了这么大一个反贼。现在1年多在里面，他人消瘦得很厉害，那种地狱生活和那种伙食，父亲看见我，就是说不出话来。在一个严肃了一生冷面的一辈子的一个老男人的脸上，突然就是老泪纵横，哽咽，他不让自己哭出来，发不出声来，就这种声音，就看着唯一的儿子，我操，变成这个样子，自己有癌症还不知道能活多久，也不知道说儿子你是错了还是对了这句话。他内心有没有判断我不知道，至少那一刻他就有判断，他也不敢说。他既不敢说像过去教训我一样，你他妈怎么有这样干犯罪啊，他也不会说儿子你干得好。那他还享受着党的他妈退休工资、退休待遇，他的医疗费95%都是党还在所谓的党跟他报销。那他也这个话他也不会说。然后到了监狱过后就恢复了通信了，我跟我父亲就通信，我父亲也没事儿，也爱写信，我成了他余生的最后的支柱，就是给我写信。我几乎每个星期要收到他一封信，写的多的时候写10几页纸，少的时候也要2、3页纸。我的母亲呢，每次在父亲写信的时候，母亲呢往往也要写几张纸，节约邮票，同一封信寄过来。我寄回去的每一封信，他们都保存得严严实实的。当他们死后，我的那些信像捆成的包裹全部都在。他们寄给我的信，我都想方设法的托我大姐探监的时候全部带出来了，现在依旧保存得完完好好。
3、4年时间，在我父亲死之前，我们通信也就3年的时间，因为前面有1年多，后面我又有他死了过后大半年我才出来，那我们通信时光就3年左右，我们写了不少的信，在不断的探讨很多话题。然后在这3年多时光里面，他的癌症又转移又复发，每一次都要到武汉来，又就手术，又隔去一点，又这儿动又隔去一点，他就想要等着我出来那一天。然后每次到武汉来住院的话，就一定要来探监。每次我母亲陪着他来探监，那就是在监狱。监狱有个好处就是，我们那会儿不像现在，现在越来越科学，越来越不人道。我们那会儿是可以这样探监，是可以拥抱在一起的，是可以握手的，是没有玻璃隔的，没有拿电话这样谈话的。中间有个水泥台儿。没有，我们那会儿是就完全就这一个大厅，你们一家子就坐在这一堆。那么每一次来呀，我父亲虽然不会做出抱头痛哭那种，就是知识分子画面，他永远做不出来，但是他会拽着我的手，颤抖着哭，就脸都变形的那种哭。每次出监狱门，我可以送到楼下，因为我是牢头狱霸，我可以送到大门口。就我们父子分别的时候，那种彼此的咬牙切齿的流泪，连干警看见都感动，都心痛。他们也知道我父亲是个老干部。那在我们通信里面呢，更残酷的是在探讨生死。因为父亲这样挣扎着想等我出去，而我认为他等不到我出去。他为了要想挣扎着等我出去，他就不得不接受无数次的治疗、手术。他每要来千里迢迢到省城来做一些手术，我母亲就得来陪着。母亲也那么大把年纪了，那会儿的病房陪护是没有条件的。父亲在病床上，母亲就在病床下扯一个那个席子，自己带一个被子睡在那个地上。60几岁的老人，我就听着都心痛。我想劝父亲别等我，你用翻译成直话说，您早点死吧。你既折磨自己又折磨母亲，不要留恋生命，生命不是一个值得留恋的事情，我早晚都会出来的。你不一定要等到我出来你才放心才觉得等出来了我再死，我终于放心你活出来了。但是我话作为一个儿子又不能说把你死吧，就是委婉了之后各种各样的语言了，委婉的来跟父亲谈生死，委婉的暗示他死去比活着好。这种残酷的父子通信人，我很难想象，我没见到过其他的文学作品里面有，也没见到过其他的家庭有这样的。我们父子之间从不沟通感情到像恋人一样的一个星期一封来往的信，一个星期一封来往的信。到他终于有一天最后快死之前的信里面说到，就儿子，我终于理解你，对我这样一个反党分子的理解。我们的通信都是要受到监狱干警的检查的，检查信件的干警主要是一个女干事。这个女干事看我们父子的通信，每次看着自己亏惨。我寄出去的信她也看，
父母接来信，他每次看完，他作为一个女人，他都要偷偷观察。这是我，因为这些干警都成了我的朋友。我出狱过后请他们吃饭，他就说你那会儿你们的通信让我检查，哎，难受看，他都会这样。父亲在咽气的时候，我们3姊妹没有一个人在身边，而且在利川，大姐在武汉，我在监狱。母亲疲劳的回到家了，她咽气的时候一个人在医院。我们郑家但不是一个支系的一个比我年长的人，也是恩施州的一个官员，正好去看望他，然后在那儿收到了他咽气。他告诉我，等我出来奔丧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你父亲是我帮你送的终啊。”你父亲只说了一句话，拉着我的手说：“希望视频出来还有出息。”那我就把这句话转给了。就对我父亲来说，他对我的希望，也就是希望我还是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一个成功的人。他对我有这种信任。虽然他在我最失败的时候，他咽气，他肯定有我们老话说的死不瞑目的一面。因为他作为巴东郑家的，几乎是因为他走出山来读书，而唯一逃出升天的一个人，整个家门灭门。他希望我还依旧能够是在作为郑家的一个后人，依旧是像他一样能够是一个有出息的人，能够用传统观念说光宗耀祖的人。所以我那个悼词就是在我父亲的追悼会上我念的悼词，是我在回去的押送我的干警的边上，我们在车上边走我就边写，边走边写，因为我们要坐一整夜的车，还要到下午才能到，那会儿等于要坐15、16个小时的长车。我在车上边写边哭，就是我怎么样来悼念我的父亲而在这样一个追悼会上面。父亲留下的遗嘱是把他的骨灰撒到清江河去，因为骨灰那条清江河从恩师的家里面撒下去的话，最后要流经他的老家那个石板村，在石板村的悬崖上面就是他出生的地方。他一生，我父亲自从土改之后，他出来参加革命过后，一直管整个恩施州的交通运输，从不回家。他恨那个家乡的，那个家乡，他恨那个当地的人。本质上，我后来弄清楚的，就是当地的人等于把他的父亲、把他哥哥、把他嫂子全灭了。现在他当了大官，当地的后面的有很多一些官员都想来巴结他，多次邀请他回老家，绝不回老家，一次都没回去。但他的遗嘱却是希望我回去把那个天坑盖上。他心中对共产党不是没有恨，不是没有怨。他之所以不回老家，就想把骨灰撒到清江
我在我的悼词里面，其中有一句话，我说他相信，就他的骨灰会再次飘过他的家门，他能够很。他那时候很有权利，可以为他的家乡修一条公路。家乡的领导，巴东的领导多次来请他，希望能够拨款修一条通向你家乡的回家的路。你的车，那会儿我父亲已经有专车了，你的车可以开回家，光宗耀祖，不敢。这就是我跟我父亲的故事。我很少，我就一直不太敢动笔写我跟他。就我更多的其实继承了他身上的品质，那种就是屈辱、身怀屈辱的，依旧像一个男人一样的活过一生。他应该是怀抱着各种，就是但比我多得多的屈辱。那种对人好啊，万事不求人啊，这些品质，我觉得都是父亲给我的。